从一个普通人家的穷学生奋斗的福建首富，黄其森只用了25年，人才吧。而从他的人生巅峰到现在的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就用8年时间，人生就来了一次过山车。现在他已经60岁了，欠了将近2000亿人民币，剩下的余生就剩还钱了。我有个灵魂拷问，无论是太和的黄其森，还是陷入困境的中国人，未来的20年，中国还有这样东山再起的机会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3号，周末咱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中国地产人呢，某种程度上和打工仔一样，他都是一个阶层旅行者。今天故事主角可是一位改革开放40年的风云人物，他就是太和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他叫黄其森，福建人。他的故事现在国内外都在热传。我发现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这个幸灾乐祸的意思，就想这种风云人物年收少额1000亿的大佬也有今天被人家跨省远洋捕捞留置起来了，现在失去自由。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尤其是和地产圈有点交道的大家应该多一些理解。这个人没什么劣迹，他甚至有一种地产行业的理想主义者和文化追求。对于这种人应该有一丝丝的同情和惋惜。我们先看新闻报道吧，包括他公司的公告。他是在新浪财经的报道从1000亿销售额地产首富，这个当时呢叫福建的首富，到现在的身陷囹圄他现在可能是中国地产过去30年的一个缩影，从无到有，从有到现在的一无所有，又回来了。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尤其是经商的，一眼要看穿一件事儿。我呢，若干年前在一家企业担任驻京办主任，和我们打交道的很多也都是部里的。那我有一位大哥不能提他名字现在也是响当当的一线人物，他就让我学了很多。尤其他告诉我，他说小曹在中国的行业中人其实你可以大体分为3个层次。我是从来没听过这种论调他说你基本上可以分为什么人力、人才和人物。我说愿闻其详你给我详细分解一下，我应该属于哪种那时候我自我感觉还良好。他告诉我一年挣100万，你不用别的指标，就看收入，一年挣100万以下的统一叫做人力。无论是你靠双手双脚挣钱，还是靠会计师、律师，你只要是靠这个的，一年过不了100万，你就通通都叫人力。在这中国人可能80%到85%都属于这个人力。那再上一个层次就是你赚够100万到1个亿之间，这个跨度可就太大了跨了100万、1000万和1个亿。他说你赚的多呢叫高端人才，一般的叫中端。你赚够100万，好歹能称之为人才。如果你一年挣1个亿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人物，就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如何赚钱，在行业中也有积累了，甚至也有自己的人马和马仔了，这个时候才能勉强称之为人物。那时候我发现我距离奋斗的人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分享这故事呢，就告诉你在中国80%的人是人力，中间是人才，而今天的主人公毫无疑问一年至少挣1个亿，他已经到了人物。但这种人物现在在时代的风浪面前一样，他也来了一次阶层旅行者。现在不光是一无所有的问题了，倒欠2000多个亿。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一个普通孩子怎么干到1000亿级别，怎么现在负债2000亿，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启示。首先呢，我看了一下今年他是整整60岁，也进入老年了。这个孩子确实是个普通人家的，父母是老师，家教比较严，
他是妥妥的学霸，15岁就考入了福州大学。我看了一下，福州大学应该属于985这个级别的吧？啊，985、211那个级别的，还是不错的啊。那是不是一个很机灵、很励志的故事，对吧？毕业以后啊，走上了福建有一个叫建设银行，而且非常勤奋，也很机灵，情商也在线。他就看上了一个省行高层，也可能是个副行长的女儿，就疯狂的追求对方。对方一看，神童、学霸，家庭条件、教师不错，哎，郎才女貌就嫁了。所以他呢，无论是情商还是智商啊，都属于5%那个人尖级别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啊，他不再端着铁饭碗。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啊，改革开放的春风就吹起来了，他就什么毅然抛掉了铁饭碗啊，下海经商，成立地产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你不能说他一点这个没违规吧，至少大面上这是一个奋斗者的样本。那我们就看啊，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是他对自己产品的一个打造，他不干别的。你要说中国的豪宅啊，他几乎可以成为豪宅教父，因为啊，他做的这地产基本上都是那种几十万1平米的豪宅，从来不做小房子。因为中国地产圈它也有2种另类啊，一种呢是这个碧桂园啊，专门盯着什么3线、4线城市啊，薄利多销，我谈比较大。而他呢，主要做这个高端盘。那做这高端盘呢，很容易，他15年啊，企业就已经干到了上市这儿，你敢想象吗？然后呢，上市以后一路北上，包括我们中国生活的苏州都有的盘，正好在独墅湖的西岸，他那个盘子好像叫什么院子啊，详细可能就叫太和院子，因为只要是太和，他做任何的盘啊，先给你盖一个豪华的门楼和那个样板房。我们去参观过这盘哈，一看这门楼啊，就感觉就像那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啊，非常高大魁梧。然后样板间呢也是金碧辉煌，卖你10几万，你觉得哎行挺好。而且他那房啊有个特点，它是限量版，他从来不开发什么几百套、几千套房，他往往一期开发就那么99栋或者99套，而且都是大盘。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就需要花茶水会呢去这个要这个号，哎，一般人还真买不了。你没点这个名气，你光有钱还买不了，还得找关系。这种好日子确实让他一路长虹，当成了福建首富，哎，就是搞房地产。那他的人生转折是在什么时候？那就是在2018年。大家清楚，2018年的时候，中美就已经有这个贸易争端了啊，那是老川的第1任期。而那个时候啊，他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要打高端豪宅，一直这样走。那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呢？这种高端盘啊，它有个特点，就是回款比较慢。为什么？因为你投入比较大，而且一开始啊，他还比较规矩啊，不愿意赊账啊，不跟那个恒大那老板不一样，恒大那是一个屁3个谎，是吧？无论是政府、地产商啊，他是一路骗，都让别人掏钱。而这个黄老板相对来说还比较厚道啊，他毕竟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也不愿意垫资，但这种方式啊，就是回款就比较慢了。但时候啊，到了2019年的时候，这账已经是盖不平了。那时候啊，他就想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办法，借高利贷。这个高利贷啊，就不是银行了，那就是第三方机构啊，包括同业去拆借啊，包括把他的这个房卖了。那时候就已经走上了下坡路了。现在啊，算是跌到一个低谷。那我们来复盘一下，如果说他像潘石屹那样，一看这风头不对，对吧？经济已经下行了，中国毕竟已经过了40年的好日子。当国运掉头向下的时候，你还在那里不动，还在坚持你的高端产品，那你不倒霉谁倒霉呀？所以说啊，高端产品啊，现在几乎是不好卖了。大家必须明白，真正能走到金字塔5%的人啊，消息是灵通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什么？眼光，就是对趋势的判断的眼光，他就清楚这个地产红线也好，什么3道红线、几道黄线啊，这个玩意儿他就折腾。再加上疫情啊，
已经到了地产行业的一个拐弯的时候了，你不可能再往上走呢。而他呢，现在已经身背了1600多亿的债务啊，到现在已经滚到了将近2000亿，还已经可以说是无力回天了。所以说啊，该拐弯的时候他没拐弯，现在啊欠了2000多亿。无论说他是否能够恢复自由，因为我看了一下公告显示呢，是他以违法接受辽宁省新民市的这个留置。前几期节目我已经讲到留置是个什么玩意儿了，这个留置就是不讲王法，也没什么摄像头，就把你弄起来，也可以用刑。哎，你无论怎么样呢，就是把你的钱榨出来。我感觉呢，这辽宁新民的监委啊，也有点这个怎么想的呢？他已经欠了2000多亿的，你能榨出来什么呀？如果你把他给搞死的话，那好了，这1000多亿的债主都没准就来找你麻烦。当然了，现在他面临的问题啊，可能比生死更加麻烦的就是，现在是违法，那有可能是走的什么批捕，就是你坐实了，招完了以后批捕，那可能就判个10年甚至几十年。今年已经60了，如果再判个几年10几年，出来70了，那身子骨还能经商吗？还能东山再起吗？那时候没准已经在用上粮票了，他出来的时候啊。这让我想起了这个中国地产界啊，有些人还是比较聪明的。潘石屹不是一个例子吗？宁可说我一半的资产没拿出来，我至少拿出来一半吧，我也是知足了，至少人身是自由了。现在在美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至于说那个李超人那就更厉害了，人早就知道第一任期就感觉不是味儿啊，就开始抛售国内的资产。他算跑得快的，但大多数啊仍然是跑得慢。因为我们前几年一直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有些农村的孩子，湖南啊、广州打工、深圳打工，从房产中介干起，最后自己干房地产公司，最后买了房子，娶了白富美，也创业成功了，包了一层楼，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回家的时候啊，那县委书记都得作陪。这种人物，所谓的年能入近亿的人物啊，现在到什么程度啊？他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连高铁都坐不了了。这种人物啊，只是从小人物开始的。那这种千亿级的大鳄跟他有什么区别吗？还确实啊，没区别。不仅仅是到了一无所有，而且到了倒欠2000亿的时候。好吗？今天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分享结束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他如果有幸没有被判刑，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出来的话，这2000亿在他的余生还有可能还清吗？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稍后呢，我聊一个中国教育啊迎来大变局的故事，也关系每个人的利益，大家敬请期待啊。好，再见。